一夜之间，乌俄双方的炮兵好像都消失了。火力军发现了一个很扎心的问题，在乌俄战场上，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的战报 FPV 无人机成了主角，每天都有消息，无人机炸了什么，取得了什么光辉战绩。那在战初疯狂亮相的火炮，现在反而销声匿迹。当然，不是说无人机不好，只是在火力军眼里，还是大炮更像一点，这是信仰。那么在乌俄战场之上，为什么火炮的存在感变弱了？难不成无人机取代火炮？在乌俄战争进入第4个年头，全球军事界都被一个极其诡异的现象震惊了。曾经被称为战争之神的火炮，在战场上的存在感正在断崖式下跌，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几百美金一个漫天乱飞的塑料小飞机。先拿数据说话，在2022年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俄罗斯军队靠的是老祖宗留下的火力强战术，管你对面是谁，先用152毫米炮弹犁一遍地再说。那时候俄军一天能倾泻4万到6万发炮弹，但到了2025年，风向变了。根据乌克兰基辅经济学院的统计，截止2025年夏天，前线80%以上的目标全都是被无人机干掉的。仅乌克兰一家一个夏天就利用无人机打击了超过21万个目标。这是什么概念？这与这传统火炮在杀伤效率上已经成了配角。这种打击的密度和频率是传统火炮难以实现的。在反坦克作战中 ，FPV 无人机的效能尤为突出。在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当中，无人机造成了约45%的损失。在2025年的战场上，60%到70%的装甲损毁全是这些带炸药的小飞机干的。只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火炮真的已经过时了吗？首先就是经济问题，火力军帮大家算笔账，一架 FPV 无人机的成本平均是多少？850美元，而一枚最普通的155毫米炮弹，现在在欧洲市场的价格已经飙升到了3000甚至5000美元，更别提那些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坦克了。这种极不对称的情况，让传统装甲集群在距离前线10公里的死亡区内几乎无法呼吸。反观火炮，现在的日子过得紧巴巴，俄军的火力优势从当初的8:1缩减到了现在的1.5:1，甚至更低。火炮不再是那个可以随便挥霍的战争之神，而是变成了一件高价值、高风险的精密仪器。它现在只在2种情况下出现：一是摧毁那些无人机啃不动的高度加固工事；二是在恶劣天气、无人机飞不起来的时候出来救场。很多人问，俄罗斯和欧洲那么多工厂，怎么就供不上前线的几根铁管子呢？这就是火力军要说的第2个真相：大工业时代的虚假繁荣，在损耗战面前崩了。俄罗斯为了维持火炮的存在感，已经把经济转入了战时轨道，甚至找来了朝鲜当外援。据统计，朝鲜已经运了快1000万枚炮弹过去，但问题是，这些弹药里有约50%是老旧甚至劣质的。俄军士兵开枪就像开盲盒，运气好打出去听个响，运气不好直接在炮膛里给自家火炮做手术。为了活命，俄军不得不把这些炮弹拉回本土翻新。乌克兰那边弹药不是很缺，但不如俄罗斯多。欧洲缺 TNT 炸药，缺消化纤维素，甚至连造弹壳的高级钢材都得现找。2025年最难的时候，乌军每天只能打2000发炮弹。这就是为什么乌克兰拼了命要搞100万无人机计划，没炮弹只能用小飞机去填坑。除了弹药，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略的问题：炮管寿命。北约的 M777 PZH-2000 虽然准，但娇气，在发射2500至4500发炮弹后就需要更换身管。在高强度交战中，这意味着火炮需要频繁撤回后方维修。俄罗斯那边更尴尬，能造精密身管的机床被制裁了，一年只能造50根新炮管，可前线1个月就能损耗掉几百根。结果就是双方都在用那些精度极差的老古董炮，这种炮打出去不仅打不准，还容易被对方的无人机发现。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火炮战果视频越来越少，他们无法再像2战或海湾战争时期那样在固定阵地上进行长时间的射击。现在的战场是彻底透明的，火炮只要一开火，就相当于在黑夜里点燃了一支信号烟。炮弹刚出膛，对方的声测传感器、反炮兵雷达，还有天上的 ISR 侦察无人机就瞬间锁定了你的坐标。
以前打炮是连排规模的覆盖，现在是单炮作战，开一炮3分钟内必须跑路。如果你贪功想打第二炮，对方的 FPV 无人机可能已经在你头顶俯冲了。这种打完就跑的战术，让火炮的火力持续性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使其看起来似乎在战场上缺位了。事实上，火炮变得更加去中心化，分散成单炮作战，而非联营级别的集团火力。除了以上这些，小股部队渗透也是导致火炮存在感变弱的关键战术原因之一。俄军现在学聪明了，他们不再搞什么大规模装甲突击，而是搞撕咬战术。每天派出上百支由3个人组成的小分队，像蚂蚁搬家一样往前挪，从不同方向分头向敌后渗透，并在敌后方5至10公里的集结点汇合。这让炮兵指挥官非常崩溃。打吧，一枚炮弹几千美金，打3个步兵，这买卖亏到家了，还会暴露自己的阵地。不打吧，这些蚂蚁一旦汇合，就能占领你的阵地，而且炮弹的杀伤半径就那么点，对付这些零星动态的目标，效率低得吓人。这时候无人机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FPV 无人机可以像狙击手一样，在树林、地下室甚至战壕里追着那3个人跑。这种局面让火炮这种大范围杀伤性武器显得异常笨拙。随着双方均采取小规模深入渗透的战术，传统的前线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长达10公里的灰色地带。在这种环境下，士兵们往往躲藏在树林深处、地下室或者复杂的战壕体系当中，且往往是双方人员犬牙交错。这种局面极大地增加了友军误伤的风险。在动态的渗透作战中，炮兵指挥中心难以实时更新每一支友军小分队的确切坐标，这种信息延迟导致指挥官在下达大规模炮击命令时犹豫不决。乌克兰部分旅级单位甚至采取了极端隐蔽策略，步兵在防御时不轻易对敌方渗透小组开火，因为开火会暴露自己的加固阵地，从而招致敌方无人机或滑翔炸弹的定点清除。这种沉默的防御进一步强化了火炮已经消失的错觉。还有就是认知作战，俄军以前天天炫耀火力，现在转性了，这其实是认知欺骗。如果天天发视频，乌克兰专家通过视频里的火光和频率，分分钟就能推算出你这片阵地的火炮密度和弹药库存。不发就是为了让你猜不透。俄罗斯还通过突出卢比孔等无人机部队来掩盖其传统火炮体系的衰败和人员的惨重伤亡。乌克兰那边也一样，尤其是欧洲援助的艾布拉姆斯和豹二坦克被无人机敲掉一个，欧洲舆论就炸一次。为了保护援助渠道，乌克兰现在严禁士兵发任何显示火力缺位的视频。在2025年的战场上，战争的权力中心发生了偏移。以前是炮兵连长说了算，现在是无人机营长说了算。现在的作战流程是这样的：侦察无人机在高空全天候巡逻，发现目标后通过星链把坐标推送到炮手的平板电脑上，传感器到射击的闭环已压缩至3分钟以内。火炮不再是主角，它成了无人机这个大脑延伸出的一根长手指。它存在的意义是去发射那些无人机激光制导的神箭炮弹，去执行精准的点穴任务。当前战争是低强度、高精度、强隐蔽的新阶段，火炮未退出战场，而是被整合进以无人机为感知核心、以智能弹药为打击末端的新型作战体系中。既然无人机这么牛，那火炮是不是可以退休了？对于这个问题，火力军只能说还没那么快。无人机完全取代火炮的结论仍为时过早。无人机有个致命伤，怕干扰。在高强度干扰下，75%到90%的无人机会直接变成无头苍蝇。这时候，火炮这个纯机械老古董的优势就出来了。电磁脉冲可以烧毁电脑，但它烧不坏一头飞向你的实心铁疙瘩。在那些电子信号完全被压制的黑暗战场上，唯一能提供覆盖火力的依然是那些满身铁锈的火炮。火炮轰击带来的地壳震动以及巨大的心理恐惧，那是微型无人机无法模拟的。大规模炮击能迫使敌军在掩体内丧失战斗意志，从而为步兵冲锋创造窗口。而无人机更像是狙击手，擅长点对点暗杀，而非区域性压制。虽然无人机单机便宜，但维持数百万架无人机的电池充电、零配件更换、专业飞手培训的后勤压力极大。在长时间高强度的对抗中，火炮的维护链条虽然昂贵，但在大工业化生产下具有更好的宏观稳定性。就火力军而言，我们正在见证的是一种武器组合的动态再平衡。无人机接管了约80%的人员和轻型装备杀伤任务，而火炮则向着更远、更准、更重型化的方向发展。
这种大口径精确火力加低成本蜂群打击的组合才是未来的常态。2025年后，俄罗斯开始尝试将铝热剂弹头，所谓喷火龙无人机与传统火炮协同，利用无人机烧掉掩护植被，再由火炮收割暴露的目标。到2030年，这场变革会进化到什么地步？火力军大胆预测一下，未来的前线将成为一个宽度达40公里的全自动禁区，无人机不需要飞手控制，它自己就能识别敌友。电子干扰，对不起，我不用信号，我脑子里自带目标库。混合动力和长航时电池将使无人机能够像卫星一样在空中停留数周，形成低空轨道监视网。既然3个人一组的步兵太脆弱，那就使用轮式和履带式地面战斗机器人接管危险的步兵扫荡工作，并配备微型迫击炮，实现传感器到打击的物理合一。定向能武器的入场，激光和微波武器将成为火炮阵地的标配，专门用来拦截无人机。一旦防御方的盾挡住了无人机，战争可能又会回归到对重炮的依赖，因为激光拦不住每秒几百米的重型炮弹。总的来说，乌俄战场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件事：战争之神并没有死，他只是在进行一场手术。火炮的存在感变弱，是因为它已经不再需要通过那种漫天撒胡椒面的轰炸来证明自己，它变得更精准、更隐蔽，也更依赖系统。在这个彻底透明化的地域战场上，任何无法将无人机、电子战和远程火炮深度融合的军队都只是移动的靶子。这场变革的代价是极其惨烈的。俄罗斯那120万的伤亡数字，就是这场技术转型最真实的状态。好了，本期深度报告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在无人机和火炮的协同下，未来的战争还会出现万人大冲锋的场面吗？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